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红白机的动作游戏脱狱的双人版。这是一期小伙伴的投稿，水友的 ID 叫做评级专家，他也是游戏的1P、2P 的玩家是刑部侍郎。脱狱原本是一款街机游戏，街机的版本我给大家录制过，出品于1988年。红白机版出品于1989年，但是游戏移植到红白机之后，最遗憾的改动就是原本可以双打的游戏变得只能单打了。这个双人的版本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玩家来说，双打的情况可以多出很多的玩法，另外也会遇到单人游戏当中不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一会儿在游戏的流程当中都能够看到。另外有一点，我是陷入了思考，这样版本的存在说明这款游戏是可以双打的，但是为什么当年厂家在移植到红白机上的时候砍掉了双人的模式？要知道红白机毕竟是家用机，它的游戏环境和街机是不一样的。如果原本红白机的机能是允许双打的，但是厂家硬生生的给砍掉了，对游戏性无疑是重大的削弱。要知道当年的热血足球都是可以支持4人联机的。这里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无论1P 还是2P 手里有枪的情况之下，敌方的枪将不会掉落了。但是有一点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就是双人玩的时候保存枪将变得更加容易。因为你单人玩的话，你需要自己来面对所有的敌人，如果想要节省子弹，就只剩下2个选择，一种就是枪托攻击，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飞脚。飞脚这招不只是丑，风险也很高，因为游戏当中有一个设定，你飞脚落地之前，如果被敌方击中了会倒地，倒地之后你得到的道具都会丢失，包括你的防弹衣，包括你的纸虎。双人玩的话，可以一个人负责清杂兵，另一个人有2发子弹，每发子弹可以打中 BOSS 3下， BOSS 的血量是5滴。这样等直升机落下来一层，很容易就把它清掉了。另外上一关的时候，由于要保存枪，有一方不需要输出，所以就只刷了1个拳套。这里的拳套就是2个人都刷了，因为本关的武器比较匮乏。但是1P没有刷防弹衣呀，这样当面对一些飞刀还有子弹的时候，就需要2P 上去挡。蓝色的是默认的配色，是1P。2P 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刚才面对着摩托，一个飞脚过去了。小的时候就是想离这些摩托越远越好，因为他们撞一下实在是太疼了，而且你会倒地，所有的道具都会丢失。我发现2个人只有1个人有防弹衣的话，有一个副作用，万一记错了怎么办？明明我没有防弹衣，我还以为自己有，结果上去接了1发子弹。
人就没了呀。第二关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前面还有一个出防弹衣的房间，不知道这两位大神会不会去刷呀？这个地方出现了敌方的潜水员，但是我小的时候都管他们叫水鬼。两个人采用了背靠背的打法。大神就是大神，玩个 FC 游戏都能接到代言，他怕呀。EP 没有选择刷这个防弹衣，所以现在他的走位是溜边的。2P 有防弹衣就在疯狂的炫耀。刚刚这个摩托可以选择用匕首把它打下来。前边的房间是回血的，而且房间门口也能够抢到一些匕首。可惜只拿到1把，刚才好像掉落在地面2把，但是有1把被对面的小兵捡起来了。不然的话，这关可以用2把匕首先输出 BOSS 一轮。BOSS 手里是有霰弹枪的，所以说站位的话应该是有防弹衣的2P站在前面，对面杂兵的一些攻击判定也是非常强悍。有防弹衣的上去输出，两个人一起玩的话应该是共用分数的，刚才讲命之后两个人的生命数都加了。第3关来到了丛林，按照惯例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这款游戏也谈不上剧情。咱们的主人公代号叫做 Snake， 不是张大炮啊，也不是合金装备，就是巧了重名。但是在红白机里边，主人公的代号改了，叫做巴特。他是一位突击队员，被敌人抓起来了。不知道以他这种强悍的战斗力是故意被抓的，还是真的就是一时大意。被抓之后，咱们的第1关就是要逃离战俘营，第2关是进攻敌方的工业区，第3关也就是本关是展开丛林游击，下一关要摧毁敌方的通讯总部，然后就是脱出了。我发现一个规律，本关1P刷了防弹衣，2P没刷，所以1P的血量就非常少。上一关呢是2P有防弹衣，但是2P的血量非常少，可能两个人的分工，有防弹衣的一方要承担更多的输出任务，这样面对风险的情况就比较多。上一关看2P在那疯狂的炫耀自己的衣服，本关该看1P了。
全套又是刷了2个，因为第3关的武器相对也比较匮乏。EP 的血量已经不多了呀。2个人玩确实氛围不一样。自己玩的话都是谨小慎微的。但双打的话就会随意一些，毕竟自己不行了还有队友呢。2个人又开始代言了。在水里战斗的场景只有第2关和第3关有。按照我的经验，刚才2P 上去追打这一下应该是能够成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追打上。这一次他注意了攻击的节奏，不过相对来说还是水里的潜水员比较难追。哦，这个地方有难度了，因为你是2个人玩，屏幕前进的位置和你自己玩是不一样的，所以手雷落点也不一样，尤其是对于在后面走的这个人。飞刀这个武器的攻击力很迷，如果你用飞刀来打人形 BOSS 的话，它的输出并不算高，但如果你用飞刀来打直升飞机，那它的输出相当于1发子弹或者是1发手雷。所以这发飞刀扔出去是不是扎在飞机的麻筋上了？这个房间可以给EP补一下血。BOSS 可能会感觉我是不是眼花了呀？敌人重影了，这前后夹击，左右为难啊！这谁能顶得住？第4关给的枪的数量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多的，但是也要面对2个问题。这里就出现了我所说的第1个问题。当一方决定开枪的时候，另一方就不要输出了，否则子弹会浪费。第2个问题就是，当你手里有枪，下一把枪不会掉落。单人玩的话是很容易把现在手里的武器子弹打光的，但是双人玩你要考虑一下，因为你的同伴也在输出，有一些情况可能就需要放空枪。再加上刚才的 BOSS， 2个人玩可能会有一些新鲜的打法，比如说左右为难法，或者是一个进行调戏，啊不对，是勾引，也不对，牵制，对，一个在正面进行牵制，另外一个从后面偷袭。
第4关的流程非常长，所以两个人决定把道具还是刷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版本的图标进行了改变。原版的防弹衣应该是一个字母 A， 这里看起来是一件小马甲。枪的图标应该也发生变化。这里的这把枪是不用省的，一会儿跳楼的时候还会再给一把。往前走一段还有。EP 这会儿真的爽啊，无限制的射。把枪扔掉了，看看下边这把枪谁捡吧，怎么分配？还是EP来捡。本关的 BOSS 是可以用枪打的，一枪就完事儿了。但如果是单人玩，这关想要把枪保存到 BOSS 是非常困难的。双人的话就简单多了，两个人不知道要不要考虑一下。但是留的话也不是留这把枪。我的天，刚才这一刀根本不是砍2P 的，是砍1P 的。连续被砍了2刀，旁边就是回血站，里面有一个倒霉 BOSS。本来他是不需要扑街的，他外边的杂兵手欠，这就是蝴蝶效应。这里有难度了。单人玩的话，我是知道节奏的，什么时候跳，什么时候躲，基本上就是固定的模式了。但是双人的话，需要一些反应。刚才这个小兵人生巅峰啊，一刀击中了2个。我相信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边，在这款游戏发售的30多年里边，他恐怕一直也没有一刀击中过2个，因为从来也没有面对过2个主人公啊。这把枪给的位置其实非常的尴尬，因为后边马上会再给一把。如果你没有把这把枪子弹打光的话，那会造成浪费。看起来2个人没太在意啊。这把枪已经出现了，这里等于是浪费了半把枪的弹药吧。看起来EP也是放弃了，不想留子弹了。刚才的那把枪是本关的最后一把，
也是整个游戏的最后一把枪，后面不会再有了。我记得我之前录制过一期，手里的武器弹药是无限的，并且你可以进行切换，你可以选择扔匕首、手雷或者是机枪。那个版本真的是爽快啊！因为全程有机枪的玩法只存在于童年的梦想当中，甚至现在这个双打，小的时候只是想过，但是从来也没有实现过。2P 还剩下2格血，决定进来补充一下。这里是不是赔了呀？啊，没赔。1P 应该是掉了1格半的血，能够回2格。又进了一次。其实我觉得以这2个人的水平，完全可以不进来的。大家注意，墙上挂着一把枪。这把枪我小的时候曾经有脑洞，我站在下面用飞脚去够，看一下能不能够下来。其实当年玩红白机很多游戏都是靠你自己钻研，很多地方的秘密就是靠刚才这种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探索方式来发现的。2P 刚才示意了一下，让1P捡匕首，1P捡到就给扔了。我觉得已经到这个位置了，已经看见敌方的通讯装置了，可以攒一波留到 BOSS。但1P可能是觉得我枪都没留，我留什么匕首啊？BOSS 的注意力在1P 身上，2P 不断的在进行偷袭，这2个人真的是没有武德呀。BOSS 大意了，没有闪。后面要打一个装甲车的 BOSS。这个 BOSS 打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他的攻略方式实际上和第1关是一样的。你需要抢敌方落下来的手雷，但是第1关因为流程比较长，在前面你是可以带武器过来的，包括飞刀或者是机枪都可以。但是本关开场就是 BOSS。刚刚这发手雷站的距离太远，没有击中 BOSS。而且手雷的攻击距离也不太容易击中小兵。这个 BOSS 让我想起了重装机兵的一台战车，好像是索鲁那台吧，就是你需要在下水道干掉那只变异的鳄鱼，敌方才会让开那条路，你就能够拿到这辆战车了。但是在托育这款游戏里边，这辆战车恐怕是没有装主炮和副炮，只安装了一个 SE， 这个 SE 是无限子弹的，不过只能发射手雷。这么一会儿，他们2个扔空了多少发手雷了？3发了吧？最后一个场景，这个场景要面对2场 BOSS 战。第一个 BOSS 是第2关的，然后就是最终 BOSS。刚才这一下2个人没有商量好。本关因为没有各种补给小屋，所以说基本上是空着手。刚才这一发子弹像是一个指令一样，2
个人都在正确的时机起跳了。前面看一下双打最终 BOSS 怎么打。等 BOSS 落地这一下，飞踢这一脚的输出还是很高的。刚才2P 这一脚就属于偷袭了。哎，这一下什么原理啊？我还以为偷袭成功了呢。结果 BOSS 又打了一个压制，直接导致2P 的血量见底儿了。通关。那好吧，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脱狱双打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评级专家还有刑部侍郎的表演，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